领的生母正子是一名标准的社畜，跟大多数人一样，一上班就犯困。可作为漫画家的他，截稿日期必须遵守。同事想让他暂时休息，可当他路过日历前时，整个人仿佛宕机般。因为8月有个重要的日子，休息时正子身体虚弱，因为怕画作被汗水淋湿，所以他才要在冷气十足的工作室内工作。而最近他又接到了新活，同事劝他为了身体不要过于操劳，虽然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为了应对突发情况，作为女子的她也只能默默扛起眼下的生活。同事发现正子脸上有墨水，贴心的为她擦去，可这样的善举却激发出了正子想独立的决心。同样被闷热困扰的还有不想上班的我，无法忍受酷暑的我，只想在家开心的躺平。可大人不吃，孩子也要吃。就在我准备做早餐时，却发现我的风水宝地被领霸占了。领迎来了暑假，因为我要上班，所以决定将领送到保育所。而这个周六，我决定带领去为他的爸爸，也就是我的外公扫墓。可外公最喜欢的龙胆还未开花，我决定去花店购买，但领却认为只有自己种的外公才会喜欢。话虽然说的没错，但茁壮成长的领才是外公的快乐源泉。如果没有领的存在，或许我早已忘记了外公的事情。为领整理完头发，我便带着2个活宝前去保育园。可红树却钻进了树丛中，它如许多孩子般喜欢抓蝉，而且不止一只，是整整一饭盒，简直就是怕虫族的克星。转眼到了扫墓的日子，随着领的成长，他也知道了自己其实是我的小姨妈，就问我尴尬不尴尬。当我们到达墓碑前，我发现了有人前来拜祭过。领从花瓶认出来人可能是正子，明明外公的葬礼都不曾露面，却前来扫墓。我让领先独自扫墓，而自己想去追到正子问个清楚，可我却追到了一男一女。我这才意识到，原来正子早已有了新的男友。我喊停了正子，告诉他领也前来扫墓了。他睁大了眼睛，因为抛弃领的他不知如何去面对。如果领没有主动要求，母女俩以后估计没有机会再见面了。所以我希望他可以从远处看看领，这或许是对正子的一种安慰。我重新返回墓碑前，领的一个回眸，仿佛回到了当初被抛弃的场景，这让我很是自责，生怕领又回想起曾经不愉快的经历。可领早已长大，我递上龙胆花，开始祭拜外公。而在身后的草丛中，正子正遥望着领。或许是血缘的羁绊，让正子回想起了3人曾走过的日子。回去的路上，正子再次想起了外公，这更坚定了他要成为工作狂的意愿。因为只有工作到没时间思考，他才会忘掉某些事，忘掉某些人。因为墓地离外公家很近，领希望回外公家看看，但自从外公过世后，那里已不再属于外公的。虽然没人住，但房子早已过户给了我的舅舅。领很是失望，但如果只是进入院子看看的话，或许可以。我们来到了外公家，这里有着领的回忆。可进入庭院后，领整个人都惊呆了。他跪在曾经种满了龙胆花的地方，因为这曾是外公最喜欢的花朵。明明外公才过世半年，曾经属于外公的房子内就早已没有了外公存在过的影子。我很庆幸提前将领的半生树移植到了我家，领也很庆幸，至少自家中还种着龙胆花。我们离开了外公家，虽然时过境迁，但至少有我们还记着外公。领在我的陪伴下，迎来了7岁的生日，而正子也在不停的工作中麻痹自己，只希望可以忘记某个人。领吹灭了蜡烛，祝领生日快乐。